缺电叫做什么？你紧急才要用的电源都用上了，这样叫算就是缺电的啦。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要做什么事情？诚实。发现掉电了以后，查不出原因的时候，就先鸟受害，很好用。新闻幕后聊新闻，这里是由 TVBS 联立媒体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我是露露夏佳露。随着夏季高温大家越来越有感，是不是发现各种大小规模不一的停电啊、跳电啊、断电啊这样的新闻也是越来越常看到呢？其实就在7月2号的下午1点52分，尖峰用电量已经到了4118万瓦，刷新历史纪录。经济部长郭志辉在上任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对核电摆出一个可以讨论的态度，可是后来呢，就被执政党立委提醒了几次之后呢，看起来跟政府非核家园的主调路线越来越一致。可是现在不只是异常高温，台湾说要来发展 AI 的话，这电力供应也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们真的是像主任那个讲到说，好像到2023年前都不会缺电吗？真是这样吗？现在的核电到底安全系数怎么样？核电技术的发展状况到底怎么样？我们今天想要邀请专家跟我们来分享，是前核四厂长王博辉王厂长。厂长好。夏小姐好。叫我露露叫我家我很早开始就有听到厂长其实关于核能这件事情常常上节目，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比较专业的认识啦。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我们好几次的公投都有关于反核的这个议题嘛，或者是说核四要不要盖的议题。我常常觉得有时候民众老实说，在做判断的时候，其实我们还真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专业的判断，因为这真是一个专业的问题。例如说每次停电跳电这样的新闻，政府就说不缺电，可是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个专业的眼光来看到底现在台湾的供电稳定状况是怎么样。就是最近好多人问我说台湾到底缺不缺电。那我当时讲了一个比较学术性的定义，但是我最近觉得说这学术性定义不对。为什么呢？我有一个老朋友，他是台电中央调度监退下来的。各位都知道不知道什么叫中央调度监？对，中央调度监就是负责全省的电力的调度。哪一个电厂要起来，哪个电厂要 off 的中央调度监，它是关系到电力最基本的一个人。什么南电北送这种要调度的，对，哪一个电厂要起来都要中央调度监 order 下去，命令下去才可以。他定义一个什么叫缺电，他说当你把紧急用的电源都用上了以后，这就是缺电了。我觉得这个定义非常的好。因为平常我们就是家里平常的电嘛，但是当电力公司把紧急要用的电源都用上了以后，就没有其他可以再用的。对，这就是缺电了。它的缺电就用这样来定义。那好了，我就以0415 4月15号那一天的时候，是桃园的吗？还是0415是今年4月15号差一点限电。差一点限电。那差一点限电它用到什么程度呢？它用到核二厂、核三厂的 gas turbine， 就是汽涡轮发电机都用上了。这紧急的汽涡轮发电机都用上了。还有一个协和电厂烧重油的，本来大概是烧20几%，或是顶多到40而已，因为有环保的规定嘛。他那天就是冲到88，一部机冲到88，一部机冲到79。这些 over 了。OK， 那有些呢已经烧到105、103，超标了。对，超标。所以呢，这个那一天就是差一点，甚至也跟外界借电嘛，要求电嘛。所以呢，他讲了一句话是说，当你把紧急要用的电都用上了以后，就表示已经缺电了。那这个就是活生生的证明我们的电力的电网，我们的电力的电源是不够的。在某些需要的时候是不够的。因为电它的特性跟人家不一样，它第一个它不能断电。第二个它的频率电压要非常稳定。第三个是大家关心的要价廉。那这3个东西假如都没有去offer它，都没有满足的时候，这就不是一个优质的电。所以呢4月15号那天就差一点断电了。那所以我常常讲，我说缺电叫做什么？我们现在把它定义做缺电，就是你紧急才要用的电源都用上了，
这样叫算就是缺电的啦。对对。那假如说大家接受这个定义的话，我们台湾是缺电的。如果用这个来做定义的话，台湾是缺电的。对，台湾是缺电的。这个有季节性的问题嘛？因为就一般民众就会感到夏天好像大家都开冷气，所以电力的需要是比较多的，就会比较吃紧。所以这个缺电是有季节性的吗？这个是夏天缺电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冬天呢会短一点。但是呢，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冬天大部分的电厂都在岁修，年度大修。那反而变成电厂少了。那夏天呢？因为大家知道夏天需要电很多嘛，所以呢，夏天电很多的时候，电厂都回来了，正常运转了。所以平常冬天的时候变成量少，夏天量多。所以其实在跳电不跳电，并不是说夏天会，冬天就不会。对，而是在某一个电厂，假如没有维修好，在某一个系统假如没有维修好，临时的话就会掉电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要做什么事情？诚实。那你们会觉得说，诚实又跟跳电有什么关系呢？诚实跟跳电非常有关系。为什么？你是每次跳电的时候，要诚实的去把跳电的原因找出来。我们现在在播新闻常常一讲跳电原因，大概就是小动物啦，要不然就是鸟受害，对，馈线跳脱啦，大概都是这种。我最常听到大概就这两个。这个我就讲一个故事好了。我曾经在很年轻的时候跑到某一个区处去，那某一个区处去，我就看说你们怎么跳电的时候都是鸟受害结果那个主管就很不好意思的跟我讲，他说查不出原因的时候就写鸟受害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查不出原因都说鸟？我说那你这鸟受害这个 item 是什么时候就开始有鸟受害？他说从远古时代，从日记时代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选项，为什么？那时候兽很多，鸟很多嘛就有这个鸟受害。但是到最后这个鸟受害大家都没有拿掉，为什么？很好用，太好用了。为什么？花去跳电了以后懒得去查原因，就直接勾鸟受害然后呢，这个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这兽呢死掉了，它也死无对证了那所以当时我到那个区处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大家诚实，把这几个月你受到为什么断电，是把它断电的原因真正找出来。就我就举个例子我生一个例子，他们发觉到说这个地方怎么常断电，那电线杆一年之内被撞断3次。是我就跑到那个去看，发觉怎样？那电线杆摆在几乎是离路边很远快要靠近路中了那人家一转弯，咚，砰一下，马上撞到嘛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对把这真正原因找出来，移一下电线杆嘛，就解决了呀。对，就解决了，真的就解决了所以呢，我个人觉得我真的很 honest， 我很诚实的讲，拜托，就是说你把真正的原因找出来，说不定你要找真正的原因很难找很难找，但是确实要去找。为什么？一个跳电一定有问题不可能没问题那把真正的原因找出来，把真正的原因找出来以后，再加一个事情，就是说避免以后再发生，是然后呢，前3个月35次，那后3个月呢，所有人变成20次了重复发生就比较少了嘛那这样一直做下来以后，整个品质就会提升了。对，就电力供应会越来越稳定。对，电力供应会越来越稳定。然后呢，官方的语言人家就会相信对否则现在我就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官方的说法。那官方的说法意思就是大家就打问号。所以厂长你自己知道的实际上的原因比较偏向哪一种？因为我们讲现在如果电不够的话，有一个就是供应不足嘛可能就是发电量不够，或者是说是因为设备老旧电线电台每一次隔个几年就必须要翻修，那或者是因为现在的产业发展需要用电的量是越来越大，你觉得比较偏向是哪一种？我觉得这几个问题的 combination 综合起来因为我们现在都发展3C 产业嘛，对，3C 产业要用的用电量就很大，像 AI 的运算的时候，对就用电量很大。对，各位可能都很难了解说这个3C 产业或者是钢铁产业它的用电量有多大。我就举个例子好了，在某一个县，我今天都不要讲哪一个县在某一个县它有一个钢铁厂那个钢铁厂呢占那一个县的用电量的90%。
你也惊到呗？我们台湾讲，你也惊到呗？就是一个钢铁厂，一个钢铁厂，然后占了全县，在那个农业县里面的用电量的90%哦，甚至于到就是80到90中间，看怎么样。所以呢，各位都知道这个吃电的怪兽，台湾为了这些工业的生产这些吃电的怪兽，所以不要以为你们家有电就表示台湾不缺电，因为它可能在紧急的时间叫钢铁厂、叫山西产业，你关掉一条生产线吧，然后让大家都家里有电，否则家里会骂死，对不对？你假如停在电梯的19楼你家是在25楼，你不骂死才怪。而且这很容易上新闻。对，这很容易上新闻。所以呢，馈线段是有可能，但是呢，一个情况，台湾这样一直蓬勃发展，某一些县市，它需要的人力要多，要足够。人力不足够的话，我想东西还是会坏掉。东西还是坏掉，就是断电嘛。馈线断了嘛。馈线坏掉，所以呢，人力要让它足够。你是说台电自己在维修的人力吗？对，维修的人力要让它足够，而不要去省那些钱。因为人力足够了以后，他才会平常会去做预防保养。对，做预防保养了以后呢，他才不会断电嘛。而不是现在的人力，据我所知，抢修都来不及了。某些县市抢修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去多余的时间去做预防保养？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住在山上。那电力公司对于山上，对于电线跟树枝中间的距离是多少？1.5公尺。你只要有空，你到爬山去看看，哪一个树枝距离它在1.5公尺之内，都超过1.5公尺了啦。但是要修要检查都需要人去看。对，都要人去看，要去拍照，要去割电割树木。对，否则你树枝断下来就是断电。尤其碰到台风地震这种，对嘛，就是断电嘛。然后树枝里面更容易什么？松鼠跑过去就掉过去了。对松鼠跳过去就在变压器那边就断掉了。对，是吧？对。所以呢，大家只要仔细想一想看，为什么我们邻近的国家日本发生的事情比较少？人家也是山区送电一大堆啊。因为我可能是职业病，那我到日本去看的时候会看。特别观察。对，特别观察，他并没有把所有的电线都地下化哦。你到山区去看看，它的高压电线过去的时候，它下面的树木剪得离得远远的。台湾没，那就是有人在好好的去维修这个环境，维护，有人好好的去维修，有人好好去照顾它。这个部分比较像是台电他们在业务执行上碰到的难处，必须要去克服的。但如果是回到供需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就是需求会越来越大，刚刚我们有提到嘛，未来整个产业的发展，那供给面这部分真的就很需要厂长让我们有更多的专业了解，因为我们对于核电的认识，我觉得一般大家朋友啊，或是大家在聊的时候啊，很多都是从恐惧面出发。对。然后这个恐惧呢，你也不知道真的推敲也不知道哪来的，你就是好几次，当然国际上面碰到你说福岛那种，然后就会更加深大家的恐惧。可是实际上好像没有真的盘整，就是说它真的这么可怕吗？或者是说，当然可怕啦，因为我们都看过那些画面嘛，可是问题是以前发生的这些事情，到现在防灾呀、核废处理啊，难道这些技术都没有最新的发展吗？那国际社会又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核电议题呢？这样子就比较专业的层面，应该跟我们一般民众理解不大一样吧？好，用恐惧来吓人最好的，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啊！我跟你讲鬼故事的人，他看过鬼吗？我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讲鬼故事的人，他几乎90%都没有看过鬼。但是呢，他很喜欢讲鬼故事。那讲鬼故事一出来，大家听个hinga啪啪，大家都吓得半死。就真正有没有鬼 unknown， 不太清楚。好了，那核能呢？把它讲的核能很恐怖，哎呀，核能会变种哦，就会讲车诺比呀，很久以前的那个核灾，核灾会变种，比较近期的就311。对，好，我现在跟各位问一个问题好不好？我们3大核能事故，一个是在三里岛，美国宾州，一个是在 Chernobyl， 是在 Chernobyl 是在前苏联，一个是在福岛，在日本，那日本、前苏联还有美国3大科技国，发生了核能事故。
然后印度、巴基斯坦，他们的科技没有那么发达，但人家也有核能电厂啊，人家怎么不发生事故？我请教一下，今天听众有的话，你好好思考一下 ，why 为什么？假如你有一天看电视一看，哎，有一辆非常名贵的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事故，是这样，到最后一检查，发现到那个司机可能是喝酒，那个司机可能是富二代，那个司机可能是打瞌睡，这是人为操作，人为，因为车子无罪，但是呢，操作的人有问题。可是日本那个是因为地震开始，后面海啸，然后引发后面的那个核电厂的状况。我先花一点点时间，把日本这个东西讲一下，因为大家都怕的要死。对，当时日本发生福岛事件的时候，我在核市场，我第一个问我们懂日文的先生，我说核能电厂有没有事？他说好像没事。我就当时就觉得很安慰啊，说我们核能电厂可以 survive 过去嘛，结果呢，到最后福岛轻爆了福岛又发生了一大堆事情。结果当时李登辉李总统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日本就是败在他的官僚体系。我跟你讲一个国家发生核能事故会败在他的官僚体系，因为当时福岛的厂长想要把海水注入到原子炉里面去，或是原子炉旁边的降温，但是呢，福岛的厂长不敢做决定。福岛厂长不敢做决定，他必须往上报，因为日本的官僚体系就是必须往上报，往首长都是董事长报。那首长呢也不敢做决定，首长必须往首相去报。在现场最了解的人是谁？是福岛的厂长啊，福岛的子公司啊，而不是首长啊。首长他根本就不是学这一个方面的，首相也不是学这一方面的。结果呢，首相来做决定，他首相呢晚多久来做决定？晚了6小时，当他的直升机到的时候才做决定。哇，这6小时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一个病人他已经要做 CPR， 已经急救了，送到急诊室去的时候，说大家都不要动，等我们什么人来才能动这个，结果呢死掉。所以其实他当下对，如果就做了处置的话，后面事情就没有了。对，当下只要做了处置的话就没有了。我们有一个华裔的核能专家，他在美国军舰上骂了脏话出来了，用英文骂了脏话，说赶快把海水打进去啦！结果呢，首相来了做决定以后，把海水打进去，那个厂长还赶快排走，说你们不要说我这个我当时叫你们做的这个接线的OK， 好，这个就表示什么呢？官大并不是学问大，官大不是学问大，官大绝对不是学问大，要问什么？问第一线的工程师才是最重要的我同样的跟各位讲，日本的正央旁边有一个电厂叫做拟川电厂，Okinawa， 他没事。当时我听了一个管理学专家讲了一件事情，他说这个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案例。对，为什么？一个在旁边，一个在远一点的地方，远一点的地方既然有事，那在旁边的没事，在旁边的既然没事，而且没事没有关系还收容很多灾民对，所以呢，我当时很多人还核事的时候，我儿子从英国送一个 message 给我，说 Daddy are you okay？ 我能够耐得住吗？那我当时心中感触很深。有一次有一个电台访问我，他说王厂长，你可不可以用1分钟跟我们的听众，全球的听众讲一句话？我就当时感受很重，说当你真正了解以后再决定你的立场。当你不了解的时候，就框住你的立场的时候，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都是伤害。所以以日本来说，他们自己在经历了核灾，然后如果说他们诚实的去回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现在对于核电议题，日本的普遍态度又会变成怎么样？对，所以说我就讲实例，柯 P， 柯 P 在选举的时候跑到日本的福岛去，对，那福岛人就跟他讲说，我们就是没有台湾的深水池啦，在高层的地方没有这东西，所以我们才发生了福岛事件。那柯 P 第一个我们两个单独谈的时候，第一个问我就是这件事情，你有深水池吧？有啊，我说你哪知？我说你哪知？伊讲福岛人跟他讲的呀。
然后呢，他又跟我问了第二件事情，他说台湾不会有海啸。我说那你怎么知道台湾不会有海啸啊？你不未卜先知？他说台湾有一个全世界最深的海沟在这里，就是马里亚纳海沟。我们4月3号的时候，在花莲外海有一个7级的地震，对，我们有海啸吗？对不对？我们有海啸吗？没有啊。921的时候，我们有很大的地震，把一个超级变电所都震垮了。我们的核能电厂有被震垮吗？所以一样是地震，很大的地震，还跟它的整体性的地质环境有关，还不是你这个岛而已。所以常常因为现在啊，整个国际大家都一样在发展科技，大家都一样在搞 AI， 大家都一样很需要电，然后现在又 ESG 嘛，大家都要减碳排嘛，对。目前国际社会到底针对核电议题是一个普遍什么样的态度？因为感觉起来，其实在这议题上，好像原来觉得比较倾向反核的态度越来越松动，对，然后技术上的更新啊发展也都跟我们以前理解都不大一样吗？完全不一样的。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几个 G7 的国家，他共同发表了一个宣言，不再发表反核理论。不再发表反核理论，不再发表反核理论。那 G7 国家会包括什么？包括一个德国，最重要的国家。对。那这个国家呢，用核能，但是他拜托他，你不要发表反核理论。为什么？他用法国的核能。他买法国的核电，他买法国的核电啊，他因为他本身他发展他的光电跟风电，但是呢，他其实他发展他的光电风电不是很成功的。因为这是靠大自然嘛，对，比较不稳定，对，比较不稳定嘛，不是很成功的。那德国呢，70%是它的核电，所以他当缺电的时候，他还是要跟德国买。那德国就在他旁边嘛，对，很简单嘛。那这是G7的国家就说，拜托啦，你跟我用核电，你还要反核电吗？那有一个地方是用核电在反核电的，台湾。那以技术层面来说，关于核电怎么样更安全或核废处理能够处理得更好、更减灾，或是更减少大弹性的辐射，这个在技术上面现在有一些怎么样最新的发展吗？我可以这样讲就核电的安全的部分，各位可以参考福岛的人羡慕我们台湾的部分。我们台湾在最高层的地方有一个深水池，这是淡水池，就每一个厂都有，每一个厂都有。那也不是我们台湾人特别聪明啦。为什么呢？这在因为我盖过核二厂，那核二厂当时民国66年左右的时候，66年到70年中间，那很多老外到台湾来，老外到台湾来的时候，看到台湾的 apartment 大概是4层楼到5层楼，那时候大概4层楼左右，那4层楼上面都有4个 stainless 的铁塔。那我就问老外就问我说，他对台湾里面最大的印象是什么？最大的印象就是台湾怎么水塔这么多。他问我说，你们是不是一天到晚在切水？他是说家家户户水塔，家家户户上面都有水塔。对，对不对？现在也是一样，尤其像是铁皮屋那种，旁边就会看到一个铁的那种大的那种水塔。对，你们到日本去看，到美国去看没有？真的没有。但是老外就说，这个水对核能电厂太重要了。它在安全停机的时候非常重要。尤其在 critical， 在就是说很关键的时候，很重要。所以呢，就是在核二厂就建那个水池。所以各位可以去核二厂，只要参观的时候去看核二厂的水池，引到厂房的时候的水管是落在外面的。是落在外面的。所以说这最后的时候才决定要盖的。那核一厂也盖了，核三厂也盖了。核四厂也盖了。这是台湾的核电厂跟其他国家核电厂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很大不一样。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你刚刚讲是台湾特色啊。对啊，这在核电厂里面就是一个特别事情。对，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然后呢，它不是一个核电厂里面的必需品，运转中不需要这个东西。但是它的安全度会提高很多。甚至于安全度提高到什么呢？提高到不会发生像福岛这个事件。因为在关键时刻，它就是一定会发生。对，很关键的作用，它会发现关键的作用，就有那个在那边啦。好，对，这是一件事情。对，那第二件事情，台湾是一个小岛。台湾是一个小岛以后，当时大家就决定说，我核废料怎么办？对不对？要送到哪？核废料要送到哪里去？送你家，你愿意吗？对，为什么要送到我这里来？这样，当时是送到兰屿。那说句实在的话，当时为什么要送到兰屿？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它是离岛。也不是要害兰屿的人。那当时呢，
国际上还可以海抛，可以海抛的话，那你那地方到太平洋很深的海，国际海抛没事在国际上规定以后不能海抛了，不能海抛以后就一直放在哪里那地方。好，那哪里一直抗争呢？所以呢，大家就讲到说，那以后建核能厂，我的废料是一个大问题。对啊，第一个要减容，减的容积越来越小。第二个呢，没办法减容的是什么？是我用过的燃料。那用过的燃料就用干式储存的方式。那为什么我用干式储存的方式呢？我们所有的核能电厂在建造、运转，甚至到维修的时候，都完全根据美国的法规。那美国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是最简单的方式。日本也是这样，那就根据美国法规，就是用干储。所以废料这个部分里面，我们讲到高阶跟低阶，低阶的部分就是把它容积越来越小。这个是技术会越来越好，让它越来越小，已经很好了。技术已经对对，有焚化炉，有超高压的压缩机，以前我们那个年代都没有。现在核市场都有。所以比较关键的是在中阶、高阶的部分，高阶的部分，对，高阶的部分。但是呢，核市场又想出来一个方法，我们建了一个辅助燃料厂房。这辅助燃料厂房可以放2部机的用过的核燃料，放40年。放40年。对，就是说我所有用过的东西全部在我厂房里面自己储存，那自己管理，跟你外界都没有关系。就也不运到哪里去了。那因为这个东西是等机会，或者是等技术又有更好的发展的时候。因为40年等机会嘛。对。那这个部分呢，你说台湾就在等机会，那别国怎么办？大家都在等美国也在等对不对？其实在选举的时候，那时候郭台铭郭董他就在讲什么小型的核反应炉的技术，好像也是变成一个核电在未来大家觉得是可以期待的发展方向。这是可以期待的，但是呢不要期待的太快。不要期待太快。为什么？我讲了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件事情，因为所有的核电跟航空器一样，都必须要你认为100%可靠，你才敢用。对啊。你假如说还有一点点疑问的时候，没有人敢用。因为现在就是安全是放在第一顺位。对，安全是放在第一顺位。对。还没有达到说我安全100%的时候，对不起，不太敢用。那 Small Modular Reactor SMR 2个关键的字，一个是 small 小。那小的话我可以放在工业园区放在科学园区对不对？小嘛。那第二个呢 Module 是模组化，模组最难。为什么？模组化事实上讲起来，模组化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让每一个地方都一样嘛。对。但是呢，还没有证明模组化可以成功以前大家会问号，因为每个地方的条件不一样。对。你的模组算一样，但你盖在不同的地址，或像大家常讲，台湾就是很多地震带那应该考虑的东西就不一样嘛。对。所以说Small Modular Reactor 可以期待，但是呢还不够成熟，技术还不够成熟。对，还不够成熟。然后呢，有些人讲说是核融合。那核融合我可能讲了这个话比较对人比较不好意思。为什么呢？我在50年前读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 MIT 回来的教授，他就跟我说：“哎呀，那核融合在几年之内就成功了啦。”他那时候是50年前。时间一下子50年又过去了。一下子就过去了。那现在有什么进展？还是跟50年前差不多？当然有进展，但是呢，有可以到商业化的进展吗？是打问号的。我们内行人都是打问号的。然后呢，因为它的材料或者是很多东西都很难去 control 它了那所以说最好的方式还是说我们既有的东西把它 improve， 把它改善就好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苦口婆心的讲说，其实核市场是最好的一件东西。现在大家听不下去。对，现在在台湾我觉得有普遍的担心，就是很多地震，然后不管说日本那边刚才常常有在讲嘛，我们是做了什么样一些防灾的预备，但毕竟就真的很多地震。然后再者呢，核1、核2跟核4呢，他们的距离很近，都在北海岸然后距离台北市又都很近，所以这种大家心里头隐隐的就觉得它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如果
if 他发生什么事情的话，这个好像总是没有办法排除这种可能性在民众的心里头。就是台湾的这个地质是脆弱的吗？比较常发生地震，到底适不适合这么密集的有核电厂都在北海岸，这样子是对的吗？这种，我就必须要这样讲，就是说核电厂要选择一个厂址，它都是经过非常非常认真的去挑选出来的，不是随便挑的，对，不可能，所以你看西海岸都没有嘛，为什么西海岸都没有嘛？对，那就为什么都集中在那里是有原因的，对，是不是？都是沙岸嘛，好，那当时为什么在金山那个国盛还有贡寮和市长，你各位可以看到921的时候，这3个地方的地震最小，像那个什么，像这一次403的地震，这个3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影响啊，都最小，地震值都最小啊，所以呢，核三厂也是一样，地震值最小，所以各位，地震这个事情应该要相信专家，说应该相信科技。各位，101你可以让它盖，在台北市你可以让它盖，101你说地震来没有问题，那核电厂盖得比101不差我讲句实话。所以你一直在诉求让大家可以进去看，对，你就真正进去龙门电厂或是进去电厂里面看一看，说原来是这个样子，那地震还有什么问题嘛？我一生中我最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要看过，刚才嫌，对吧？我们在 Costco 去买东西要先试吃啊，对不对？试吃好了以后才会跟人家讲说，这东西不错台湾的耳传嘛。我曾经到了贡寮去的时候，有一个计程车司机跟我讲说，哎呦，还好燃料运出去了，只要燃料没运出去，放在里面的话，放燃料下去，核市场会爆炸。我就问他说，请问你怎么知道核市场会爆炸？用在里面工作的人跟他讲的啦。我说他里面工作做什么事情的人？他说在里面做钢的啦。做钢的。台湾讲做钢的啦。这上面钢。这上面钢。对不对？很重要啊。我们都不知道会爆炸，那你这钢的人既然知道会爆炸，赶快跟我讲啊。我就跟他讲听他讲，我常常来这人讲我要注意你讲我不知道你知道是钢呢。我是听讲安怎，我听人讲安怎。对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把一件本来没有的事情晃得很大很大。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大家就怕。最后还是想要请教厂长，因为毕竟2025非核家园就是明年了。整体来说，现在感受到的社会氛围是，好像可以稍微讨论一下，非核家园是不是真的在明年就是非要这么走不可？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时间给大家更余裕的去让我们的电力更稳定，就我们再真的进入到非核家园？你觉得到底核电在台湾，我们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样做会比较好一点？你说这些绿色能源、再生能源、风力，或者是你要接这个天然气，那时候藻礁也会受到影响啊。对，所以你说风力发电后来发现它引起来的噪音，可能对噪音也有影响啊。太阳能发电一方面不够稳定，二方面它在太阳能板制成的过程当中，对环境也是蛮大的污染。所以到底如果我们要以一个 ESG 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台湾碳排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来看，你自己专业来评估，你觉得我们接下来能源政策到底怎么样会比较好一点？我觉得大家用 open 的心态来讨论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大家一窝蜂的说再生能源、光电，就光电是你用良田去换电，我觉得是不值得。尤其光电在几年以后，因为什么讲，那个废料也是很难处理。对一样又有废料的问题。对，然后呢，风电呢？风电其实我们的海上风电或者是陆域的风电，低频噪音非常的不好。很多我很舍不得一些人，他住在海边，他说离那个风电场风电机只有500公尺，晚上几乎睡不着。但是那些人都是弱势的人啊。其实这一个风机这样一直转，到底能够带来多少电力？没有多少电力。对啊，就是它就是算一算，这里是个数学可以算出来的。对，没有多少电力，真的没有多少电力我可以讲不到100户人家啦，没有多少电力了然后呢，我们讲到 LNG，
就是天然气。那台湾是一个孤岛嘛，对，天然气一定要进口，不可能产生天然气了。所以好几次就早交公投嘛。对，天然气一定进口。那天然气进口了以后，一定要放哪里？一定要放有 store，就是说储存槽嘛。对，那储存槽越盖越多，越盖越多。但储存槽假如哪一天一旦爆炸怎么办？也是一样有安全性。对，一样安全距离、安全的性质。还有一个，我们靠外面的我们天然气的储存1个礼拜、2个礼拜啊。那好了，这假如说以后有国安危机啊，怎么办？所以说哈，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一个老教授讲了一句话，我一直把它听下来。为什么？他说，核能是一个将来以后一个很用不完的能源，还没有被发现以前，还有化石燃料我们快要用掉了，中间填这个空缺的的一个能源，这是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台湾我们是一个孤岛，我们必须要用科技发展的结果。那各位可以看一看我们亚洲几个国家中国大陆核能发展的一塌糊涂中国大陆真的发展的一塌糊涂，还有韩国输出到沙特阿拉伯去了，联合国大公国，日本也开始蓬勃发展啦。你要跟人家竞争，就是要有稳定便宜的电嘛。你把这个放掉怎么办你不要一下就否定它，你真正了解以后再决定。对，我觉得今天做这个请厂长来到，也不是说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其实不是有一个立场。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真的就是大家必须要来讨论这件事情，有可以讨论的空间，对，而不是就直接否定了。然后那个否定的论述，常常过去都是没有经过检视的，或是直接是因为恐惧。对。然后不去看实际上的真正的状况就直接否定的，我觉得那是有点可惜，而且它真的是我们非常迫切需要去面对一个重大的议题。你说国家的发展能够没有稳定的能源吗？对，所以今天这个讨论，或是请厂长来帮我们解惑，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诚实的去面对它。对，我就是觉得说诚实，然后呢面对台湾的环境，然后才能建立一个台湾源远流长的一个政策。那就看看接下来是不是政策上面会出现一些转变。对，常常你自己有一个脸书嘛，对不对？常常就会分享在这些相关新闻上面你的看法。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一直追着这个新闻事件跑，或是想要特别针对核电这个议题，想要有更深入了解，所以你就可以 follow 你的脸书，就找你的名字就有了。我的名字就有了。今天非常感谢厂长来到新闻幕后，新闻幕后聊新闻，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聊新闻。欢迎订阅，并且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跟5星评价。有任何想要回馈给我们的想法，都可以点许愿池连结留言给我们。同时也欢迎大家把节目推荐给你的好朋友哦。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追踪 T Radio 脸书粉专，在这边除了新闻幕后之外，还有其他节目的好内容一并推荐。感谢你的收听，再次感谢厂长的时间。好，谢谢，拜拜。谢谢给我这个机会。不会。